我的小伙伴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，在3到17岁的儿童中，有7%被确诊患有焦虑症。儿童普遍经历的焦虑类型包括特定恐惧症或基础更广泛的类型，如分离焦虑、社交焦虑和广泛性焦虑障碍。想知道有哪些迹象表明有些人可能伴随着焦虑长大吗？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，一个不正常的家庭环境，对孩子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有可能会增加焦虑的易感性吗？这样家庭中的孩子渴望归属感，一个不够健全的家庭永远缺乏支持，同时也会阻碍孩子融入到家庭中。孩子会面对各种形式的攻击或忽视，比如被监护人轻视、支配、欺骗和控制，在身体上和口头上得不到家长对自己爱的肯定，同理心以及一起度过的时间都是有限的。家人之间的忽视和不和睦，总是会让孩子处于紧张不安中，情绪不稳定和不值得信任的环境，会导致孩子发展出某些防御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安全，保持自己的完好无损。然而，在面对巨大压力时，长时间使用这种防御策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焦虑。经常担心的想法和消极的心态已经成为日常。会不会称自己为慢性忧虑者？有没有一天到晚总是感觉到紧张，想放松，也很难放松下来？时不时的有点担心是很正常的，也许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、财务状况，或者是那些家里的各种琐事。但焦虑是一个藏在床底下很长时间的怪物，会让人发觉很难入睡，因为大脑会因焦虑而思绪纷乱，这时担心会变得更加过度和无法控制。即使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担心，这可能表现为焦虑的可能性有所增加，或者更具体的说，是引发了广泛性焦虑障碍。总是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。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思绪总会游离到未来，像个强迫症一样，总是要求朋友重复他们说过的话？这可能是因为已经发展出了情景预见。情景预见被定义为对潜在事件的心理建构，以及基于这些预期灵活组织行动的能力。在面临长时间焦虑时，会倾向于快进思考，然后常常在观望，试图能够预见事件，因此就养成了预防下一个可能发生的灾难的习惯，会倾向于反复思考微小的细节，直到那些小事成为棘手的问题，为控制未来重要方面的威胁、机会和环境仔细地做准备。出现了分离的问题。让我们回到上学的第一天，还记得在校门口那些哭哭啼啼的小脸吗？也许我们大家都一样，这实际上就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发展阶段，可以帮助孩子理解人际关系，掌握他们生活的周围环境。但分离焦虑是另一种现象，这个术语指的是过度恐惧或担心与家人或依恋的人分离。孩子一般到2岁的时候，分离焦虑通常会自然结束，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依恋的人可能现在消失了，但之后会回来。所以这种情况是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逐渐消失的。但如果这种焦虑水平超过发育年龄时，就很可能是分离焦虑障碍了。比如，如果没有亲近的人在身边，他们就不愿意睡觉，拒绝参加夏令营，或留在朋友家过夜，甚至与其他同龄人不同道。当他们就是去自己家里的另一个房间时，都需要有人陪着他们。这种问题的症状还有可能会通过某些其他方式体现出来。身体出现过一些症状，就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，有没有抱怨过肚子疼、恶心、肌肉变得紧绷，或者在演讲前会大汗淋漓？在陌生环境中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正常的。但当这种身体反应成为所有日常活动的主要部分时，这可能是对高度焦虑的一种确认。在焦虑中长大的人可能很难切换他们的战斗或逃跑状态，他们的身体会在出现最轻微的痛苦迹象时就发出狼来了的警报。他们身体的警惕性提高后，很快就会转化为胃痛、恶心或消化不良等身体问题。失眠、虚弱或疲劳、呼
呼吸短促也是常见的症状。6. 总是很累，是不是刚睡了8个小时，但仍然感到非常疲惫？怎么可能呢？是的，就是会有这种情况。总是很累吗？缺乏精力和动力去做任何事情。对这些，有没有感同身受？是人，就会有累的时候，就会经历某种形式的疲劳，尤其是在做了一些剧烈运动之后。然而，对那些在焦虑中长大的人来说，即使是一个小而简单的动作，比如泡一杯茶，也会让人感觉像是精神上的挣扎。焦虑会让身体一直处于幸存模式，总是高度警觉，身体充满能量，导致肾上腺素供应紧张。这种情况被称为肾上腺疲劳，会让人感觉精疲力尽。你有过这些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，并和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分享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